前天我遇到一个 coser， 就在通惠河旁边，他提着把红缨枪，穿着那种古代的战甲。我一看，哪吒，他说他是赵云。当时他指着那河里的一条大船，说孙尚香把阿斗劫走了，他受大王之命要将阿斗追回。他说他不会游泳，不知道该怎么上船，演得很真啊。我说在下有一计，你只要假装自己会游泳，然后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只要不去想它，就能游过去。他就问我说，我要怎么在游泳的时候不去想游泳呢？我说就和呼吸一样，你在呼吸的时候也不会去想呼吸。他就说让我跟他一起去，说事成之后把我引荐给大王刘备，我就答应了。我俩就换了一身泳衣，两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前2秒还好好的稳中向西，第3秒就不行了。那个赵云看着看着就沉下去了，头顶的水面上还在冒泡。我当时本来还在游，一看见他沉下去了，给我也整不会了。当时我以为我要没了，还好当时孙尚香船上的哨兵用望远镜看见我，以为我们是隔壁小学来河边嬉戏的儿童，开了个快艇就把我俩捞上去了。赵云当时水喝多了，一醒来就在那发狂了，在那大喊：“我的枪呢？我的枪呢？”孙尚香当时在外面听见了，进来一看，赵云字子龙，然后他咔咔就召集了船上的兵马，给我俩围住了。赵云当时不敢动了，就给我使眼色，让我先上。我说我属于智将，这种情况应该你先上。赵云说胜算不高，不能莽撞。他还知道胜算不高，然后他说让我给他们弄个空船计，把他们吓走。你妈那是人家的船呀！他想了想，好像是，又说让我先来一个喧宾夺主，把他们的船变成咱们的船，然后再来空船计。我发现这哥们儿打架不敢打，骚话一套一套的。我当时受不了了，急中生智，我就掏出了我兜里的星球杯，往地上一扔。孙尚香身后的阿斗就跟着了魔一样，滋溜就跑过来了。赵云一把抓住了阿斗命运的后颈肉，将他提溜了起来。当时那些士兵疯了一样就要往前冲，要跟我们玩命。赵云大喝一声：“呆！刘阿斗现在在我手上！”孙尚香大喊一声 ：“Hold your fire！” 当时的气氛只能用剑拔弩张来形容。理论上，作为智将的我应该开口谈条件，但是阿斗抢在我前面开口说话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他要叫我刘阿斗？”孙尚香的脸当时一下子就绿了，很紧张了。我当时就很纳闷啊，那应该叫你什么？他说诸葛阿斗。赵云一听，当场就急火攻心了。他说我尊你为嫂嫂，你竟然……今天我就要为大王除了这个孽障。说完，啪一下就把阿斗摔在了地上。他这一摔，就给我俩彻底整被动了。看三国的朋友都知道，阿斗是出了名的扛摔。那小子在地上打了个滚，跑了。那小子跑了，我俩又无意间知道了这种连司马迁都不敢乱写的皇家八卦。我当时已经放弃挣扎，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竖琴，就地弹奏起了莫扎特的 D 小调安魂曲，作为给自己的最后送别。当时孙尚香的守卫头子一看，不好，有诈！这小子兜里肯定有埋伏，我来掩护，你们先撤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，然后是2个猛子、3个猛子、4个猛子，全船的人都溜了。后来赵云连船带人一起开回了重庆。当时刘备卧于病榻，赵云向他上报了诸葛阿斗之事。刘备急火攻心，生命垂危，为保刘氏江山，他使出了历史上没有记载的真正的攻城计。如遇丞相从事，视之如父，史称白帝城托孤。